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答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学习这个普贤行愿品。那么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对我来讲呢，可以说是，用藏文上以前就是给个别道友讲过，但是在汉语上呢，第一次，虽然读过，虽然就是每天都是念诵，汉文也念诵，藏文也念诵，已经这么多年了，就是20多年了，但是呢，给别人真实讲课的话，那几乎是，没有讲过，所以这次呢，我自己认为是，很开心啊，就我这一辈子当中呢，就是。有过这么一个机会啊，就是因为人生都是无常的，也许是第一次讲，就是也是最后一次这个讲，但不管怎么样呢，这是非常这个深深的一个佛的这种境界的发愿文啊，就是这个发愿文呢，我们这个今天呢就是大家这个共同学习的话呢，应该说是特别殊胜的一个这个因缘啊，就是这个普贤行愿品呢，我想大家也是不是很这个陌生的，不管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大家都特别重视的一部法，但是它的词句和一些文字上看呢，也不是很好懂的应该呢。每一个人认真的去这个研习，尤其是我们这次讲解的过程当中，也至少这个希望呢，每个人到达就是字面上让这个理解，同时呢，我们平时念诵的时候，边这个观想它的意义，边呢就是念诵，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意义和功德呢，就是更是这个不可思议就是这个那么我首先呢，就是应该大家就简单的就是讲一下我们这个普贤行愿品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因缘和缘起吧。其实普贤行愿品大家都知道，它是出自于这个华严经就是出自于华严经。按照汉地的一些历史的话呢，就是华严经呢，就是也有这个60华严的，还有这个80华严、40华严。就是60华严的话大概在这个东晋时代就是东晋这个时代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印度的一个特别了不起的意思叫做这个佛陀巴托就他也是翻译过很多。那么佛陀巴托呢，就是当时从印度就是拉的这个梵文本然后呢就是翻译就是这个后来呢就是人们称为是这个60华严。但这个60华严里面呢就是没有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就是单独的这样的这个寄送。然后佛陀巴托他另外翻译有一个叫做是文殊师利发愿王经就是这个里面呢有这个普贤行愿品这个普贤行愿品呢，我以前也是看过，就是对照过，基本上我们跟这个这里面的这个译本呢，就是比较相同的。但是后面的这个有一部分呢，就是不跟这里的译本是比较这个相同的，是这样的这是它单独是一部这个经典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在那个唐朝的时候，应该在那个是唐高宗吧，就是那个时候呢，武则天就是当时知道在这个西域那个地方呢有这个比较齐全的这个华严经，然后呢就是当时派人这个就青岛这个长安，就是现在的这个西安，然后这里建立这个仪场，就是翻译了。那么翻译以后的话呢，就是这个叫做是80华严就是80华严，就是也是这个可以说是武则天是特别这个重视的。我经常也是在这个开经界无上甚深微妙法呢，就是当时他就是对这个华严经的这个开经界就是开经界，就是所以我原来也是遇到这个松子的时候呢，自己也有一些不同的一种这个缘起也好，感觉也好，感受也好，感应也好，凡是有一些不同的这种觉数就是密宗的话来讲是这个觉数，就是显宗的话来讲是感应，就是然后那个实践人来讲，这是一种这个特殊的因缘。
自从那个遇到这个寄送以后呢，我也是莫名其妙的，每天都是，就是在这个讲课之前呢，就是就接送，就念这个接送。那么这个呢，好像也不像这个藏地传法的这个风格，也不像汉地传法的风格，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有我的一个独特的这个性格，也是这叫做是有特色啊，就是现在的话来讲。这是中间随便加一个话，然后这是叫做这个八十花园啊，就是当时在这个长安驿的。然后后来就是也是唐朝，就是在那个唐德宗，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当时这个现在啊，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作者译者啊，就是译者呢，就是叫做这个三藏般若，这个三藏般若。那么这个三藏般若呢，就是其实它是这个生于印度啊，就是大概好像我以前看过，就是公元737年的时候他好像这个降生的吧，就是那么后来呢就是来到了这个中国啊，就是来到中国，就是受到这个皇帝的这个恭敬，就是然后呢，就是当时也是在这个好像西安那一带，就是翻译了这部经典，翻译了这个华严经，就是这个叫做是四十华严。那么四十华严的最后呢，有这个普贤行愿品啊，就是包括长汉文和一起。所以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汉地也是这个普贤行愿品是非常兴盛的。我们这个藏地的普贤行愿品的，我们藏地的华严经的这个后面的话呢，也是有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也是有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啊，就是普贤行愿品，这个是跟这个四十华严呢就是相同的。那么我刚才讲的60和80华严当中呢，就是应该是没有的，就是应该是没有的。那么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就普贤行愿品呢就是第一个是从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作者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内容方面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非常深深的。我们很多时候的话呢，只能这个发愿啊，就是普贤菩萨怎么样发愿，我也这样发愿；文殊菩萨怎么样发愿，我也这样发愿。以这种方式来发愿以外，这里面的所有的一些的这些这个内容呢，在我们心里面现在让这个呈现的话，那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以前上师如意宝讲的时候呢，也是说过，就是真正的这个普贤行愿品呢，一地菩萨的时候呢，就是他会这个发愿的。那真是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的内容的这个所有的原文，这个要先前的话呢，就是只有八地菩萨以上才可以这个呈现啊，就是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境界要让我们呈现的话，那就是也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现在每一个内容啊，就是全部都是非常这个简单的脑海里面显现，或者说能做到的话呢，当然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呢，一定要就是要做，就是现在要发这个愿。就像我们实践的，比如说现在这个读幼儿园的，或者是有些孩子的话呢，家长这个要求呢，就是读这个什么四书五经啊，读弟子规啊，就是如果非常这个记忆力特别好的时候呢，这些这个顾问呢，就是朗朗上口的话呢，那么成年的时候他可以这个用的时候运用自如，就是非常容易。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凡夫人呢，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拼命的发愿，拼命的念，那么到我们这个最后从一地菩萨以上，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境界越来越高的时候呢，这里的这个发愿文呢，就是全部在我们身体当中也是可以这个体现的啊，就是可以体现的。因此呢，就是首先就是了解，就是这个普贤行愿品质的确也是特别的这个重要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师如意宝的话呢，那么就是到这个汉地五台山发愿的时候呢，也是就是念这个普贤行愿品啊，就然后到这个印度金刚座发愿呢，也是念这个普贤行愿品。然后我们学院里面就开任何一个法会的时候呢，要这个每天的是就是诵这个4遍以上啊，就是诵这个4遍以上，而且这个每一天就是讲课的时候呢，也是就是都没有这个断过啊，就是都没有间断，就是一直这个法王如意宝也是这样的。后来的我们包括一些法师的这个课也好，我们都是每天都是不间断的念诵这个普贤行愿品。我昨天也是一个开玩笑，就是我也说了，我说这个念普贤行愿品的现在有从85年到就是今年是2012年，那这样的话呢，接近可能27年8年吧，就是这么长时间当中，就是每天都是几乎
啊。就我的印象当中的话呢，就是可能出去啊，就是有时候是耽误了1-2天的这个普贤行愿品没有念，但没有念的话呢，我就过2天以后呢，就是我算是我的功课，就尽量恢复，就是这样的。一直我个人来讲是念了肯定非常多的。去年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当时要求这个魏老师呢，就是要诉我们这个3个多月的时候呢，就是普贤行愿品，我们每天念1遍的话，念了这个100遍啊，就100遍，就是我们这样算的话，那1年的这个讲课的时候的那个功德啊，就是特别大，就是慢慢积累起来的话呢，也是特别大。为什么是这样呢？那么这是所有的这个佛经当中的一个发愿望，也就是说，华严经的所有的内容的话呢，就可以在这个普贤行愿品的这个寄诵当中就是可以这个圆满或者是贵世的。因此呢，人们也是经常这个称为叫做是孝华严，就是也有这种这个说法啊，就是其实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就是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这是这个三才童子三才童子发愿的，不是童子啊。那么三才童子呢，就有些历史的说法呢，就是当然也有不同的，就是一般来讲呢，就是三才童子是那个以前在印度的一个这个城市里面叫做是这个福德城啊，就是福德城这里这个有一个特别有福报的人啊，有福报的人他所有的这些这个钱财啊，就金银财宝啊，就是极其的这个丰裕。当他生下以后，就是家里呢，就是各种财宝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出现，就是因此呢就这个好像通过看相还是怎么的，就是说是这跟家里的这个孩子是有殊胜因缘而取名为三才啊，就取名为三才。但三才从小都是由他家里的各种财宝，就是帮助这个众生。后来他发现呢，人生的真正的这个意义呢，不在于就是光是金钱来利益众生。金钱来利益众生的时候，他虽然知道暂时的这些痛苦呢，就是可以解决，可是他们的真正的生老死病的大问题的话呢，就没有这个办法这个解决。因此呢，就是对这个问题就是很困惑。后来就是文殊菩萨到这个城市里面来进行这个传法的时候呢，就通过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教言呢，就是他就认识到就是发菩提心的这个功德。后来呢，就是在文殊菩萨面前这个发愿就是他要这个行持这个六度万行。但是到底怎么样修，怎么样行持的话呢，文殊菩萨就是当时告诉这个三才童子就是说是你如果真的要就是行持这个菩萨的六度万行的话呢，那么你从现在开始一定要依止三知识。然后三才童子呢，就是第一个是依止文殊菩萨，就是开始呢依止这个寻找就是各种不同的上师三知识，然后就我们经常就是所谓的这个53参，就是依止了这个53位上师。然后最后的这个所依止的上师呢，是这个普贤菩萨。然后普贤菩萨依止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他从这个因地到这个他现在的这个所有的发言呢，就是已经这个给他就进行这个教授，尤其是普贤菩萨的10大愿呢，就是对他这个传授。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他就是依止了这个53参以后，返回这个文殊菩萨那里的时候呢，就是文殊菩萨呢，就是对他这个进行这个摩地呢，然后就加持以后的话呢，从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弥勒贪嗔普贤贪嗔的话呢，好像是弥勒贪嗔，华严经里面怎么讲的？就是以前说是可能是这个普贤贪嗔吧。普贤贪嗔呢，全部都是这个如梦幻般的，就是呈现在他的眼前。然后呢，就是他去进行这个发愿，就是所有十方世界中，就是一直呢，就是念这个普贤行愿品，就是然后就是这个呢，就是以这个佛的这个加持就成为这个佛经，就是我们这个华严经当中呢，就是最深深的一种这个发愿文就是发愿文。因此呢，我们大家就是希望呢就是每一天的是尽量的这个不要间断，就是这念普贤行愿品就是的确是它是最后呢就是发愿到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么一个特别就是殊胜的这个愿望，就是很多这个大德的话呢，就是都异口同声的说，所有的这个诸佛菩萨的这种愿文诸佛菩萨的发愿呢，可以包括在这个普贤行愿品当中就可以包括在这个普贤行愿品当中。因此呢，就是从普贤行愿品的整个来历来讲呢，就是的确
也是它是特别的这个殊胜。然后这个译者的话呢，我刚才也讲了，就是这个译者呢，就是大概是可能这个公元734年的时候呢，就是出生。然后出生以后，从小呢，就是他对这个善法非常有这个信心。然后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译制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声闻乘的一些上师啊，就学习了就是阿毗达摩啊、俱舍论啊等等等。后来呢，就是大概20几岁的时候，他前往这个印度的那兰陀寺。那兰陀寺呢，就是译制了这个只有当这个就许许多多的这个那兰陀寺的一些这个上师啊。然后呢就是唯识颂啊，还有这个瑜伽部啊，就是这个中观法门等等，就是一些这个就很多的这些法要。后来呢，有前往这个印度这个南方，就是数次这个五部密法当，就是很多的这个密法这个修学就密法这个修学。同时呢，就是他也是好像觉得是18年当中，就是印度各个不同的，就是在这个富塔南里呢，就是信持这个善法，就是可能是就像我们密宗的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八大石头林呢，就是信持8种这个这种信持这个密信啊，就是也有这样的一段经验。后来他在那个40几岁的时候呢，就是特别向往这个五台山，就是然后呢，就是从这个好像从广州这边就是经过到这个长安，就前往这个五台山。那么之后呢，就是受到这个皇帝的这个敬奉然后呢，也是在这个长安，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四世华严然后呢，还有我们经常应用的什么这个六趣这个般若蜜多经呢，就是大乘六趣般若蜜多经呢，还有我经常应用的这个心地观经呢等等，就是翻译了许许多多的这个经典就许多的经典。那么后来他圆寂的时间呢，应该是按照他的这个一些时间来看的话呢，好像那个798年的时候呢，还这个注释着，就是然后呢就是圆寂的这个时间的是并不是很明显，就是历史上就我都以前查过一些资料，但是呢这个意思就是不是很明显的。但当时后来他就翻译，尤其是翻译那个《华严经》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唐德宗就是经常的每天都是来一次就是确实那个时候唐代的这些皇帝就是对佛教的重视程度的话，我有时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羡慕就是非常的这个羡慕，就是然后他在仪场当中的话呢，就是经常来了以后的话呢，如果今天皇帝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包括一些朝政上的事情的话呢，那么向那个医师这个请假，就是今天我不来可不可以？就是我要去出差，就是到什么地方去，就是治理国家的事情。然后医师呢，就是点头，就允许以后呢，就是皇上回来的时候还禀报那个小家，是这样的。就后来就是他这个译了就翻译了这个《华严经》以后，这个四世华严经是经过3年就是翻译了这个3年，就是然后翻译完了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皇帝呢，就是给他也是封上那个叫什么，就是叫这个三藏就是三藏这个般若三藏般若的这个称号就三藏般若的这种这个称号所以在当地来讲呢，就是对佛教的这个贡献就是非常大，而且这个他所翻译的这个词句来讲就的确是特别殊胜的。原来上师如意宝去五台山，就是当时我也是这个不像现在一样，就是有网络就是很多这个寻找就比较方便，就是那当时呢，我也在那个这个五台山的很多寺院里面就是寻找，就是幸好后来就是找到一些译本，就是然后对照之后的话呢，感觉就是这个译本是很好的。然后我们回来以后，这个学院的4种这个导游的话呢，就是每天上完课以后呢，我们当时只是每天都是念那个汉文就是念的也是汉文，好几年都是一直念这个汉文，就是那么后来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这个课诵变成藏文呢，就是就现在我好像字面上都不会念了，原来我好像后来就是会背，就是会背，现在我字面上都不会念了，所以是人老了以后有时候特别糊涂。
所以我们当时我也这个选了这个就是三藏般若的这个一本啊，就是三藏般若。但后来看呢，的确这个是汉地也是在这个就很多地方呢，就是以前也是念诵过，就是以前那个唐代的这个开王释教录吧，就是在里面也是说过，就是说是在那个他说这个国外的这个一些西域的地方呢，那么就是这个念诵法愿的时候呢，就是诵这个经典啊，就是当时呢，就是在唐代的时候呢，说是他这个诸位的这些西域的国家的话呢，都会念诵这个普贤行愿品。的确也现在也好，就是过去也好，我们藏地的任何一个寺院当中的话呢，不管是任何宗派，就是都会念这个普贤行愿品。我想汉地呢也是确实是同样的啊，就是也有很多这个寺院也好，在家人也好，就是大家都是信着这个普贤行愿品，就是汉地也有一些注释啊，就是也有一些这个注释，所以我想呢就是这个缘起的话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个。怎么说？对这个法呢，就是产生一种这个信心，就是本华老和尚呢，就是他这个实现这个愿记了，但是呢我当时是几年前吧，就是几年前就是跟我一起那个在这个弘法寺的时候呢，就是他当时亲属给我了这个一本，就是他那个在五台山这个用自己的这个血啊，就是写的一个就是普贤行愿品，就是我觉得是这个当时我升起很大的这个信心，就是这现在看来呢，这也是一种可能这个怨气吧，就是怨气，因为他当时在这个文革期间的话呢，就是抄了很多的这个经典，就是从一些介绍当中看呢，抄了很多的经典，但很多经典呢就是不翼而飞，就是因为当时的各种这个兵荒马乱的各种这样的时代当中的话呢，很多都是就是已经没有了，但现在志存的这个就是这个他这个学习的就是这个普贤行愿品呢，我觉得呢，我们很多人都是确实是以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就是作为是自己的一个终身这个所修持的法。那么我们要修持的话呢，从它的字面也好，从它的很多的意义上面呢，就是要这个理解，就是才是这个修得更好。就是否则的话呢，念诵也虽然有非常大的这个功德和意义，但我想还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我刚才讲的，至少也是字面上能这个解释的，每个人呢就是能解释的，要达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目标啊，就是所以我们今天呢可能讲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就是每天都是讲就是讲不是每天啊，就是一个礼拜当中讲1、2堂课是吧？那么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可以它分那个整个这个经体呢，就是分这个初义和经义，还有这个末义，就是分3个方面的。然后初义的话呢，就是叫这个这个经名吧，就是经的名字呢，就是如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普贤行愿品啊。就如不可思议的话，我刚才讲了，一般来讲，确实这是一个佛和菩萨的这个境界。那么它是一种解脱，完全是远离了这个烦恼和就是障碍的一种这个境界所体现出来的这个原文，就是所以说很难读的。那么普贤的话呢，普贤呢就是它有2种解释，就是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普贤菩萨就是普贤菩萨呢，就是他这个因为在8大菩萨当中，就是发愿呢就是最这个非常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发愿就是最大发愿的呢，就是普贤菩萨。那么就是他的这个发愿的所有的这些行为呢，就是在这个在这个经典当中，就是这样也可以说。还有一些论师的解释方法的话呢，普呢就是指的是所有的意思，贤呢就是3秒的意思。那么就是初善、中善、末善。就是初中后，就是一切时候呢，就是全是这种善的，没有一点这个恶的，而且这样的这个善法呢，功德也是无比的这种广大，就是那么普贤就是这个意思。信呢就是菩萨就是所行持的一种这个就心境就是菩萨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这个心境。那么缘呢就是我们要这个
心里面就是发愿。其实信愿呢非常这个重要的。如果只有信没有愿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心思呢就是不会很长久的。比如说我们要度众生呢，这是一个行为，就是心里面没有这种发愿的话呢，就是他这个行为过完了以后就可能就是没有了然后而有愿就是没有信的话呢，也是不行的心里面就是想利益众生，心里面就是特别想成佛，但是成佛的路，成佛的这个这六的关系呢，一点都没有性质的话，那也不行的。所以我们净土宗当中呢，就是经常讲这个圆心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圆心极为重要。就是很多历代大德呢也是这样讲的，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因此呢，就是我们这个普贤信愿的话呢，实际上呢，我们要这个怎么样做菩萨，怎么样做佛，那么这个行为和愿呢，就是结合起来的，一定要信自。现在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如实的这个做到这个利益众生和一些佛陀的广大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行为呢，不能行解。但是呢，我们现在一直这个发愿，只要我的这个发愿不退的话呢，终有一天呢，一定会是实现这样的愿望。因此，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大概的这个经名呢，就是也可以这样讲然后这个翻译呢，我刚才也讲了，就是他是这个济宾国的这个三藏那个般若大师就是三藏般若大师，就是他是就是受这个国王的这个封诏而译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藏文的这个译本当中的话，那就是中间就是顶礼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就这是藏文的这个按照这个藏地的这个传统译经的这个传统呢，就是先这个顶礼了这个文殊菩萨。韩文当中呢就是没有，就是韩文当中没有的话呢，那么我们这次是不是这个讲长行文，就是讲这个它的应该说是普贤行愿品的这个重大的意义呢，就是以这个十大愿来这个宣说的。那么这个十大愿呢，就所有的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发愿呢，就是都可以包括的就是这个什么就是你诸佛就是第一个愿呢，就是你诸佛，还有呢就是瞻这个如来，就是瞻佛陀，广大这个光修供养就光修供养，然后呢就是忏悔这个罪障，随喜呢就是功德，勤转法轮，勤这个佛注释就是勤佛注释，还有应该是长水佛学吧，就是长水佛学，恒顺众生，最后呢就是普济回向，就是总共有十大愿。其实我们普贤这个十大愿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普贤行愿品当中，就是圆满这个讲述，就是圆满讲述。如果这个再广的话呢，那么就是十万大愿，就是佛菩萨的这个十万大愿就是这个十万大愿呢，就是归集起来就是十大愿，十大愿归集起来普贤行愿品。原来上师也讲过，如果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十大愿就是再归死的话呢，那么这个利益众生和弘扬佛法，这是很多这个大德也是这样讲过。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是这个佛经呢，就是应该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我们下面就是讲这部这个经的话呢，这个应该是怎么说就是根据这个一些藏传佛教的这个大德的一些注释呢，就是也加一些科判，然后做简单的这个字面上的解释。因为这次呢的确也是我们前面就是已经学了这个什么这个净土五经当中的净土四经已经就是讲完了就这净土四经已经讲完了，就是那么这个是第五个，就是净土四经，就是原来也讲过吧，就是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就是清朝的时候一个文人叫做是就是什么这个经院吧，就是他呢就是觉得是这是这个最后这个就是通归这个西方就非常有意义，就是把这个普贤行愿品放在那个这个净土这个经里面的。然后后来印光大师呢，就是把这个大势至菩萨就是圆通章呢，就是放在这个上面，就是中共就成了五经了。那么我们这次呢，就是讲这个普贤行愿品呢，也是完成就是以前的这种发愿吧。你们很多人也是发愿过，就是要听这个净土五经。我也发愿过，就是我也这个讲五经，就是同时呢，我们也共同发愿，以后呢，普贤行愿品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功德呢，也要这个一切这个显现就是一切显现。
那么下面这个经文呢，就是分这个前行七之功和真行呢，就是广大法院，然后后行呢就是功德，就是以讲这个法院的功德而结尾，就是分3个方面。首先就是第一个这个七之功呢，就是前行七之功呢就是分这个，我们就经常这个所说的就是什么就是顶礼啊、供养啊还有这个随喜啊，就是当这个七之功就是七之功。因为七之功呢我们普贤行愿品就是要发这个愿的话呢，一定要前除罪增和这个积累资粮。其实前除罪增和积累资粮呢，所有的这个法愿都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我们密宗当中的任何一个修法也是七支功是不离开的。宪宗的任何修法也是七支功是不离开的。首先就是七支功里面的第一支功呢，就是我们讲那个定力就是定力。那么定力呢，就是在这里有虐所和光所这个虐所呢，这个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世者，我以清净甚于意，一切便利尽无余就是这个是定力的这个略所就是定力的略所。那么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东南西北四域还有这四方，还有这个东北当这个四域就是东北人，四域，还有呢就是上方和下方，就是所有的这个十方。然后三世呢，就是未来、过去、现在，就是意思就是说呢，从这个地方的来讲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十方就是十方。然后从时间来讲呢，就是未来、过去、现在，就是那么这个十方三世当中不包括的呢，就是没有这个空间了，没有这个空间了就地方和时间都已经包括了。那么这里面所包括的所有的认识者认识者大家都知道，这是这个佛陀的一个译门就译名就是佛陀呢，就是因为他是这个人中之王吧，就是可以说是在所有的这个动物当中的话呢，就是狮子是成为这个最这个具有威严的，就是具有这个胜负力的。那么所有的这个人类当中的话呢，那么佛陀的不管是智慧也好、力量也好、背信也好，各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无人超过他无人超过的。因此呢，就是叫做这个人识者。那么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事件当中，所有的这个时空当中的一切的这种佛陀就像我们讲这个净土经的时候呢，你看东方有多少刹土，有多少如来，然后西方有多少刹土，有多少如来，就是无量无边的。过去有多少如来，现在也多少如来，未来也多少如来。那么所有的这些如来呢，我以这个清净的我们发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反反复复的想。我也这次就是可能他们真理告知的人有点这个我反反复复这样啰嗦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困难。但是呢我也大家为了尽量的这个懂字面上的意思，就反反复复的啰嗦。然后呢你们一定要每一个寄送的这个意义要搞懂，就是不然的话呢，很多人都不会懂。那么所有的这些如来面前的话呢，我有这个清净的身体、清净的语言、清净的这个心呢，就是这个便利，就是一切的一切呢，就是向你们定力向你们定力的这些对境呢，一个都不遗留，一个都不剩下，就是全部都已经并不是说是我制定这个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还有呢就是最多是再加上一个宝积如来，就是那么其他的这个佛陀呢，对我没有关系，我就不理他们了，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这个人世子所有的这个佛陀呢，我都要就是一一的这个定力，就是确实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我们心里面也是应该这么想就这个寄送呢，可能几秒钟就是我们会念完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真的能跟到这个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呢，就是所有时候做佛陀面前，我也想定力，就变年的时候，变我们的这个心是能就是这样的这个作意的话呢，那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以前那个往生净土什么这个觉义论就是觉义论里面也是讲过，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如来妙色是世间无与比吧，就无与当无比不可思
啊，就无比不可思，实古今定理，就是有这个几种。实践当中的所有的这个佛陀的话呢，我们实践的人呢，就是谁都是没办法跟他相比的，不管他的这个功德也好，智慧也好，在那方面都是没有办法比的。如果我们就真的是在这个佛陀面前定理的话呢，那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我经常也给大家讲嘛，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佛像面前，我们做一次的礼拜的话呢，那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用这个清净的这个身体来这个定理啊，身体怎么定理呢？我们这个可长途啊，可短途啊，或者说是闻讯啊，或者说合掌啊，或者说是我们就是平时用一种特别恭敬的这种姿势的话，那就是这些叫做是清净的这个圣定力。那么清净的这种语定力是什么呢？就是经常这个祈祷，就是佛陀啊，就经常就是念诵这个佛的一些这个赞颂，还有呢就是经常这个赞叹，就是佛的这个功德就我们平时说话的时候也如果就是赞叹释迦牟尼佛是如何这个他的功德不可思议阿弥陀佛什么什么的话，那这就是用这个语言来这个经历的。那么我们意是清净的意怎么定理呢？清净的心里面就是经常这个作意观想。佛陀在这个因地的时候，他对这个众生是如何的这个慈悲啊，然后佛陀得到果位以后呢，他的功德是如何的不可思议啊等等，心里面经常这个意念他的功德，心里面就是经常观想他，那么这些都是意定力就意定力。当然这个心里面的意定力呢印度的一些论师就是包括以前的有一个论师就是他在这个注释里面呢，就是讲到了，就是说是这个意定力方面呢，就是有3种就是这个下根者的意定力呢，就只是听说这个佛陀很好反正莫名其妙的，就是对他起信心来，就是就观想，就是这个叫做是这个下等的意定力。然后中等的意定力呢，就是他通过这个知道了就是佛陀的一些功德以后呢，就心里一种不可推转的产生一种这个信心，就产生一种不可推转的信心来意定力，这是中等的就对他就是升起信心，就是。然后上等的意定力呢，就是他通过这个知道了这个佛教的这种内容以后呢，真正已经到达了就是佛陀所这个得到的这种境界，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当中，那么这个叫做是上根的一种证悟，就是证悟。所以我们呢，不管是以哪种方式，至少也是对佛不可思议佛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呢，有一种欢喜心和恭敬心和圣洁心来这个进行这个定力那么这样的这个定力的话呢，就是的确也是就是功德就是非常大，就是意义也是很大的就我都经常想，就是即使有时候没有时间讲课的话呢，就是念一遍普贤行愿品的话呢就是今天的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虽然有时候很散乱，就是又很散乱，但我这个迷迷糊糊当中，我念一遍普贤行愿品，虽然没有人观想，但是呢，我语言已经念完了。就是语言念的话呢，那就这叫做是我语定力，就是我语念诵、语赞叹，就是那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功德已经具足的，就是并不是没有这个意义的。这是那个今天讲，我看这个时间是有那个是吧？还有多少？那你还是可以记想。好长时间没有讲课，所以我就觉得是我讲了很长时间了。我现在可能讲完了呢，还有20多分钟。好，那就这个寄送呢，就是就讲到这里然后下面一个寄送就下面一个寄送呢，我们就是刚才讲这个定理呢，就是略说和广说。下面是这个广说广说呢就是分这个深定理和还有意定理、语定理就是分3个，就是这个词体稍微有点那个，平时我们深刻一把，就是然后在这里是深意语。首先，第一个是深定理呢，普贤行愿为深理，普贤一切如来前，一身复现尘刹身，不是刹尘身，一边理刹尘佛就刹。所以我刚才讲我读的不好呢，我提前已经给你们打预防针了。
这样的啊，这个下面是用这个圣地理。圣地理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普贤行愿的为圣理，让先前一切如来，在我们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也好，或者是我们在这个观修的时候呢，应该有一种身体来这个定理的这么一个这个阶段，就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平时修这个50万加行的时候也是就前面就是观想这个诸佛菩萨然后呢我们自己的身体和还有这个无量的众生一起向这个皈依经呢就是进行就是定力，就是这也是一种这个一边观想一边呢就是做这个身体定力就是做身体定力。那么这里呢也是同样的，就是这个依靠什么呢？就是普贤菩萨的这种这个大愿望，就是大心愿就普贤就是普贤菩萨的这个大心愿，还有这个他的这个无比的这种威神和加持力。就威神和加持力。当然，这个龙母菩萨和释经论师都解释的时候呢，都说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心愿力就普贤菩萨的这个心愿力呢，让我们这个凡夫的一些人的话呢，在我们面前呢，就是可以呈现就是无量无边，就是恒河沙数的这个如来，就像阿弥陀佛的这个发愿力呢。就是即使凡夫人，就是他要去做以观想的话呢，就是阿弥陀佛呢，就是可以在这个他的面前就是呈现，然后呢就是接受他的供养等等，就是能这个实现他的愿望一样的。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向他定力的时候呢，这是因为这个普贤菩萨也好，或者说呢他有2种解释方法，或者呢就是普贤都是一切三藐和一切三藐的这种心愿的这个力量呢。就是这个为胜利呢，实际上是3法这个得以胜利，恶法呢就是得以失败就是以3法的这种无比的这个威力和功德力呢，就是依靠我们的这样的这个3法的发愿力呢，就是能这个显现就是无量无边的一切的这个如来就是一切的如来呢显现在我们面前。当这个如来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一个身体呢有变成就是先前呢就是无数的这个这个刹土就是刹土当中的这个身体就是无数尘刹，像微尘那么多的这个刹土当中的这个身体。那么这个身体的话呢，就是一个一个的在这个佛陀面前呢，在佛刹当中的佛陀面前呢，又变成不可思议的这个身体来向他进行这个定力所以在这里呢，主要就是想到了这个定力吧，就是用这个身体，主要是做这个身体定力。当然前面呢就是也有一些观想，但是这个观想的话呢，我们要想到就是说这个以普贤菩萨的，我们可能前面的这个龙母菩萨他们所讲到的那样的可能比较方便一点吧。普贤菩萨当那个他们的这个为圣愿力呢，让我这个先前释放所有的一切这个如来，在这些如来面前呢，我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变成不可思议、无量无边、恒河沙数的这个，像这个无比的刹土当中的这个身体那样了。像这些每一个佛面前呢，就是不断的这个进行定力，也可以还要说，这个每一个佛面前呢，又变成无数的身体呢，就是又释放世界当中的一切如来面前呢，就进行这个定力。所以呢，我们经常就是想到，就是念佛的功德呢，按照这个佛经里面呢，就是就是增一阿含经里面也是讲过了，就是这个立这个佛陀，就是立这个佛的顶礼佛陀的，就是5种功德。第一个功德呢，就是做这个身体就是端直就是相貌这个庄严的。然后第2个功德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语言呢，就是非常这个美妙，就是动听然后第3个功德是就是多财，就金银财宝，就是什么都这个圆满的。第4个功德生生世世长在这个一些长者和富贵之家。第5个功德，命中以后呢，一定会是转生到这个一些清净的刹土或者是善趣当中，就是善趣当中。所以我想呢，就是在无量的这个无边的这个如来面前呢，我们这个一一的做以观想，就是定力就这是的确是特别大的一种这个功德。为什么别人说这个普贤行愿品功德很大？普贤行愿品是我们确实是一些无法想象的但是大乘佛教的这种境界当中呢，就是
也完全是可以这个呈现的就是我们在一个佛陀面前就是做一次顶礼的功德呢，按照《毗赖耶经》里面所讲到的话，从自己的身体一直到下至金刚这个大地之间的所有的微尘数那样也获得了专轮王的这个果位吧。就各位，那这样的话呢，在无数的这个如来面前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无数的这个身体来这个进行顶礼的话，这种功德呢，就是唯有的这个佛陀呢，就是才可以这个让这个测度或者是宣说的，而我们任何就是菩萨的是没办法的，就更何况说就是世间的凡夫人。因此呢，就第二个寄送的内容呢，就是应该大家就是也就这么样这个观想就编念的时候呢，编就是观想，就是就第一个寄送怎么样观想，就是等一会儿想完课以后，就是每天都是讲几个颂子，应该最好是能观想，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念，每天都在念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就不所以说这是一个就是讲的那个这个什么就是身供养身顶礼的这个功德，然后下面是这个一顶礼，刚才那个有些讲义里面讲是这是这个中根者这个观修的这个顶礼方法就是因为上根者呢就是正悟的顶礼方法，中根者呢观修的这个顶礼方法，下根者呢就是一般用身体力行，就是身体来做顶礼嘛。有三种当中是刚才是中根者呢，就是他有观修的方式来就是顶礼的。然后现在下面这一个呢，就是叫这个一顶礼就是用这个身口意里面的这个一顶礼。那么一顶礼呢，予以称中称属佛，各处菩萨众会众，无尽法界诚已然，身心诸佛皆充满。那么这个是就是立根者就是立根者呢，就是以一种这个真悟者的这个心境来就是进行这个定力的一种方法。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刚才就是前面讲到的那样，就是无数的这种佛了，就无数的这种佛呢，就是一个微尘当中的话呢，这是我们现在是没办法想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微尘上面的话呢，有无量无边的，也是有，实际上是有多少个微尘，我们谁都说不清楚的。那么一个微尘当中呢，也有这个微尘数目的，就是无量无边的，就是佛刹。就是这个每一个佛刹当中呢，就是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如来。那么这些如来呢，并不是单独的，就是一个两个佛陀，不是这样的，也是有无边的这个菩萨还有这个声闻就各种这个眷属呢，就是已经这个围绕着他就围绕着他就像有些注释里面就是像的，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话呢，那么就是他的这个身子呢就是罗睺罗，然后这个语子呢就是像那个什么这个声闻缘觉，意子的话呢就是文殊师利这样当这个大乘菩萨，就是有这么身语意的这样的这个佛子的话呢，就是佛子菩萨呢就是无量无边的就无量无边的。同样的，所有的这些一个微尘上面有无数的刹土，无数的刹土当中无数的佛陀，每一个佛陀呢有无数的这种眷属呢，就是已经这个围绕着。那么这样的这种境界呢，所有的这个不可穷尽的法界，不可穷尽的这个世界不可穷尽的世界称，这个称呢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刚才前面一个微尘上面有无数的这个如来嘛，那么这些眷属也是无数的。那么这样的境界呢，就是所有的世界的微尘的话呢，就是都是充满着这个佛陀。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上上下下到处都是这个佛陀的境界。我们为什么说是一切诸法都是本来的是这个如来无二无别一切都是。这是你到一个最高的境界的时候呢，你才知道是就是所有的微尘，并不是说是就是一个小小的微尘上面的佛陀也是在记在那个上面，就是然后好多都是佛陀，就是好像在那儿这个一直记着的话，那我们凡夫人是根本不能这个想象的，就是不要说这个一个小小的这个尘上面呢就是佛陀连一个我们世间当中的一个小虫的话，那就是很难，无数的小虫也没办法的，这是我们没
办法想象。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围城呢，就是确实在大黄王里面讲的一样的，没有一个视者的话呢，即使这个围城呢，就是它是无量世界可以容纳的，无量世界可以容纳的话呢，无量世界当中也有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些境界，就这是我们如果读到了这个《华严经》的化界品的话呢，确实也是就是让这个深信不疑的。而且我们讲今年那个大黄王的时候呢，就是前面讲一些清净观的时候，大家也可能稍微有一些这个感觉。那么这样的这个境界呢，就是我们并不是一个光是一种这个说说而已，就是从心根深处啊，就是从内心当中就是升起这个深深的这种信心啊，就是知道呢，就是佛陀都是这个无处不在啊，我们都知道，就是真正要学华严的时候呢，就是一切都是充满这个佛陀啊，什么这个佛山充满月法界，普现一切众生前，就是华严经里面不是经常就有这样嘛，就是说是这个佛身呢，就是充满于整个这个法界啊，就是法界。那么这种这个无数的这种佛陀呢，并不是就是阿弥陀佛呢，就是只有一个佛陀，他呢就是很遥远的一个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特别特别遥远的。而释迦牟尼佛呢，就是早就已经圆寂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一般的凡夫人，没有一点境界的人面前会就是呈现这样的。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当然，这个道理的话呢，我们对这个密法和对这个大乘佛法有了特别深深的理解的时候呢，字面上就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到了这个最后一地菩萨以上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是就是这个意义就是一乘中有乘数差呢，就完全会这个明白的。所以说，这是我们现在是这个无法想象，但我们还是一定要这个深信不疑。如果你觉得有一些怀疑的话呢，我希望呢，就是最好看看一些大乘佛教，尤其是密宗当中的一些清净观，就是去理解的时候呢，应该说是这个一个微尘上有成熟的这个插图，成熟的这种插图呢，实际上是充满这个所有的这个世界。那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说是我们的这个五蕴，我们的身体呢，就是如来的贪嗔啊？如来的贪嗔的话，当然这个他的这个深深的这种清净观没有理解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不可能说我们这个凡夫呢，就是这里也有一个佛，这里也有一个佛，并不是现在有些人在身上非要就是做这个画佛一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是特别简单的一个凡夫愚蠢的观点。因此一定要就是讲到了就是最深深的这种境界，就是这就是说我们这个一观相就是一观相一定理。其实这样的观相和这样的理解呢，是一种最高的定理就最高的定理正是我们通到了就是这种清净和平等无二无边的这个境界的话呢，这是普贤菩萨的就是最高的一种这个思想，就是现在的话来讲这是一种思想。可惜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到达，但是呢，我们用这个恭敬的信心来经常念诵、经常观想，这样以后呢，到一定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的这样的凡夫的心呢，也是慢慢就是汇入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大海当中。就是最后，今天所讲的还有最后一个颂词不要打瞌睡我们这边的人倒好一点，就是听书印经的有些人打瞌睡，下面是第三个是定力就是这个是于定力就于定力，于定力呢就是各于一切因身海。普出无尽妙言辞，今于未来一切界，瞻伏甚深功德海就这个是用这个语言来这个赞叹。那么语言来赞叹的时候呢就是于定力。什么叫做于定力呢？当然语言是不像我们身体一样，就是可以做定力的。那么语言呢对上师也好，对佛对菩萨谁要向这个恭敬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说话的方式有一定的差别，就是他会经常呢是这个赞颂就是赞叹。那么赞叹的时候呢，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当中无量无边的这个佛陀。那么这些每一个佛陀面前呢，我们也发出就是各种不同的这个声音就是有些地方呢就是观想，比如说我们身体无所的话呢，那么我们无数的这个无量无边的口中呢，发出就是不同的就是无量无边特别动听美妙的这种这个声音。这种声音呢，并不是一种声音或者两种声音，是以大海来比喻的。普贤行愿品里面的很多都是用大海来比喻呢，非常多的这个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就是就是光度也不可思议，深度也不可思议，就是唯有的用这个大海来这个比喻的。所以我们用无比的这种这个就是特别多的这种声音啊，还有呢就是方式的话呢，就是也是像我们这个翻译就是这个60种这个不同的这个翻译呢就是美妙的这种翻译。那么言辞也是就是各种不同的这种声音呢进行这个赞叹，进行赞叹的时间的话呢，就是从现在开始未来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当中，永远也是没有这个至尽的这样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就是赞叹就是佛陀的这个深深的功德。比如说佛陀呢在因地的时候呢6度万行是如何，那么现在在过地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4无畏、18不共法、势力等等，就是有不可思议的这些智慧方面，还有这个背信方面等等的这些功德。这些功德呢，就是我们就是用语言来这个赞叹呢。我们用语言来赞叹的话，其实历代的就是高僧大德的话，对这个战佛呢就是非常多的。那么我们战佛的时候呢，其实真正就是很多的这种功德呢，就是自然而然会这个呈现的就是自然而然会呈现的。然后以前那个大智度论里面也是说过，就是说是占佛功德是令人烦恼薄就是我们占佛的功德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人的烦恼呢，就是慢慢就般若了。以此功德故接近什么这个诸垢尽，诸垢灭。就是以这个功德的话呢，很多的这个烦恼界呢，就是会灭尽的。还有呢，就是垢染的话呢，就是都会这个消失的都会消失。因此，我们这样的这个发出这种声音，其实我们念普贤行愿品呢，这是一种赞叹，就是佛陀的一种这个声音。我们平时念经呢，就是也是赞叹佛陀的一种这个定力就我们定力呢，语言不可能，就是它是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呢，就是我们经常认为所谓的定力的话呢。可能是一定要就是磕头或者是问讯，但语言的定力呢，就是一定要用一种这个赞叹，就是赞叹，就是念诵赞叹。然后这个心理的这个定力的话呢，就是去这个观想刚才有些人可能会想，语言就是能不能就是发出这么多的这个定力其实完全是可以的。我有时候经常想，我们现在的这个科技比较发达的，通过这个电脑就是发出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声音呢，就是从一个音频上面都是可以这个呈现的就可以呈现的。然后从那个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很多的观想方法的话呢，其实是在一个视频当中都是可以，就是比如说实践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佛像呢，就是你可以在一个佛像当中是可以这个呈现的就现在的很多的这种科学的这种技术的话呢，完全就是呈现化验的，就是特别玄妙的一些境界。以前一些佛和菩萨的以前一些大德的这个一些原文当中也是说过，就是说是比如说我们一个小小的这个水器小小的这个水器呢，就是放在这个地上，但是天空当中的无量无边的这个群星呢，可以自然而然的就陷在这个水里面的你们不信晚上的话呢，可能寒地没有，就是我们这个拉拢今晚上应该是个非常好的那个就是天上有很多很多的星星，你不信看一看一万岁呢，就是放在这个里面，然后看看那个在高空当中的无数的这个星星的影子呢，就是可以呈现在那里。那同样的道理，我是一个凡夫人，但我要观想就是无比的这个佛陀的话呢，在我的这个意境的这个小小的这个水气当中呢，就是无量的这个佛陀呢，就是可以观想在我的这个可以这个观想在我的这个心当中。因此，从这么一个简单的比喻，也可以就是呈现呢，就是普现就是十大愿呢，不是很这个困难的。因此呢，我们这个前面呢，就是再三今天就是做总结的话呢，就是前面是第一个是略说，就是身口意的要这个定力的，然后呢，光说的时候身体就是怎么样就是定力。心怎么样定力，语言怎样定力，就是用3个方面来进行描述。那么我们这个以后念诵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每一个偈颂念的时候呢，就是把偈颂里面的内容要这个会观想就是会观想我们今天用的是藏文来这个会想也可以吧，就是第一个偈颂你就会观想，第二个偈颂，因为你们不懂藏语，就是有时候有点困难，就是有时候用汉文念诵也可以，但今天我们还是用藏文来会想吧，是吧？就今天讲到这里吧。所能得一tan切走吧，同能你别占能盘些。
ger gan nan ji ran won chu bai zhu bun zun len zhuo wa zhu